开场，我们先从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数字开始，20瓦，就是这么一点能量，却支撑着人类大脑完成语言、记忆、想象、情绪、决策，甚至支撑着我正在思考这件事本身。20瓦大脑，最小能量里的最大谜题。人脑运转大约只需要20瓦的功率，这差不多就是一颗昏暗白炽灯泡所消耗的能量。可是另一边，有史以来最强大的超级电脑仅仅为了保持冷却就需要消耗数十兆瓦的电力，这大约是100万比1的差距。如果大脑只是一块像硒晶片一样进行相同运算的生物电路板，那么这种比例在物理上是不可能的。你不能对能量预算的100万分之一进行同一类计算，光是数学就已经把这个想法推翻了。这意味着以下2种情况之一：要么我们从根本上误解了计算的本质，要么大脑在做完全不同的事情。这也逼我们重新思考，电脑原本被设计来做的事，真的等同于大脑正在做的事吗？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第2种选择。几十年来，我们一直试图用传统电脑来模拟人脑，方法一直都是一样的：增加电晶体数量，提高时脉频率，投入更多记忆体来解决问题，希望差距能够缩小。但这个差距始终没有真正缩小。更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越是努力精确地模拟大脑，就越能清楚地看到硬体与任务的匹配度有多低。这不是速度更快的硒晶片能够解决的问题，真正卡住我们的是物理问题。大脑和传统电脑遵循不同的物理规律，在我们制造出遵循与生物学相同规则的机器之前，真正模拟心灵将永远遥不可及。但这种情况正在开始改变。我们到底想复制什么？860亿神经元与100兆突触。让我们先从我们实际想要复制的规模说起。因为大多数人严重低估了大脑的数量，所以大脑大约包含860亿个神经元。这个数字听起来非常庞大，确实如此，但复杂性并不存在于神经元本身，复杂性体现在它们之间的连结。每个神经元都透过称为突触的结构与其他数千个神经元相连。当你绘制出大脑中所有连接的完整网络图，研究人员称之为连接组时，你会发现大约有100兆个不同的突触连接点，100万亿。为了让这个数字更有画面感，一个人的大脑中的突触连接数量大约是银河系中恒星数量的10倍。而这些联系并非一成不变，它们一直在变化。每秒钟，数以千计的突触会根据传入的化学讯号而增强或减弱。大脑并非固定的回路，这是一个不断变化、持续更新的网路。在按顺序处理资讯的机器上模拟这种程度的动态并行活动，就像试图用一系列静止照片来捕捉海洋一样。你可以近似的模拟，但你永远无法捕捉到运动的瞬间。超级电脑的追赶，为石魔越算越看见瓶颈。使用传统硬体直接解决这一问题的最雄心勃勃的尝试是2005年启动的蓝脑计划，目标是从零开始建立哺乳动物大脑的生物学细节数字重建模型。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的研究团队使用了当时一些最强大的超级电脑，经过多年的努力，他们成功地模拟了大鼠大脑中的一小段新皮层柱。这只是一小片组织，其中包含大约3万个神经元。为了运行该模拟，他们需要同时追踪所有3万个细胞中的每个离子通道、每个电脉冲和每个化学梯度。计算成本非常惊人，而这仅仅是针对3万个神经元而言。人脑含有860亿个碱基。当研究人员试图预测将模拟扩展到具有相同生物学细节水平的完整人脑需要多少条件时，这些数字实际上变得无法企及。仅仅储存这些数据就需要大型工业设施规模的运算资源。
更不用说以接近即时的方式处理这些数据了。传统方法遇到了瓶颈，再多的晶片制造技术也无法突破。这个问题在2013年变得特别突出。一组研究人员利用日本的 K 超级电脑，当时地球上最强大的电脑之一，模拟了1秒钟的大脑活动。该模拟仅代表了人类大脑的约1%。研究人员输入模型并开始计算后， K 电脑需要40分钟的处理时间才能产生那1秒钟的神经活动，相当于超级电脑需要40分钟才能重现1秒钟的生物思维。那不是模拟，这是对一个运行速度比试图捕捉它的电脑快数千倍的系统进行极其缓慢的回放。最近的研究取得了实质进展。2025年，一个团队利用接替 K 电脑成为日本旗舰电脑的富岳超级电脑，模拟了拥有近1000万个神经元和260亿个突触的小鼠大脑皮层，它们实现了接近即时的性能。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但这得益于生物模型的简化以及在耗资数十亿美元建造的硬体上运行该模型。即使从这个尺度来看，小鼠大脑皮质的复杂程度只是人类大脑的一小部分。经典计算领域所取得的进步是实实在在的，天花板还是不够高。4. 架构错位，线性机器遇上3维活体网路。使这个问题变得特别困难的不仅是神经元的数量，这是建筑风格。传统电脑本质上是一种线性机器，它沿着路径处理资讯，资料从记忆体传输到处理器进行计算，然后再传输回来。即使采用并行处理，其底层结构仍是扁平的。大脑不是扁平的，这是一个3维的完全互联的网状结构，网路中的每个部分都可以同时影响其他所有部分。在2维线性架构上运行3维互联生物网路是瓶颈所在，我们已经达到了硒技术的极限。5. 热量的警告，为什么大脑不像晶片那样发烫？现在让我们来谈谈能源问题，因为它揭示的问题远比效率问题更深。当你观察一座现代超级电脑设施时，你看到的绝大部分并不是计算本身，你看到的往往是冷却系统。这台机器产生的废热非常大，需要工业冷却水塔和持续供水才能防止处理器本身损坏。这些机器消耗兆瓦级的电力，实际计算结果仅占总功率预算的一小部分，大部分能量都用于对抗高温。大脑几乎不产生废热。如果你把手放在一个正在思考的人脑附近，你不会感觉到它像运转中的处理器一样散发出温暖。大脑解决复杂问题，产生语言，处理视觉讯息，协调运动，管理情绪，并依赖人体适度饮食维持的代谢预算来运作意识机制。20瓦，持续数十年。这种差异不仅是工程上的奇特现象，这不是小细节，而是一条真正的物理线索。在经典电脑中，热量是决策过程中的一个基本副产品。当处理器将电晶体从0切换到1时，它实际上是在物理上迫使电子通过电阻闸。这种物理行为会产生摩擦，摩擦产生热量。你做的决定越多，产生的热量就越多。6. 兰道尔极限，每一次擦除资讯都要付出热的代价。计算与热力学之间的这种关系可以用兰道尔原理来描述。该原理由物理学家罗尔夫·兰道尔于1961年提出。该原理指出，擦除一个位元的讯息需要最少的能量，而这种能量必须以热的形式释放出来。电脑每次放弃一个结论的可能性时，都会付出热力学代价。在传统电脑科学中，这是无法避免的，这是物理学原理的一部分。但大脑似乎并没有以同样的方式付出这种代价。这不是克服阻力，强迫人们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它的计算方式绕过了兰道尔极限，或至少大大地避开了它。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可能原因是，
量子计算在理论上是可逆的，可逆计算不会留下任何资讯，它什么也抹不掉。如果没有擦出任何内容，就不会产生热量。大脑虽然无法实现完全可逆性，但其效率表明，它比任何硒晶片都更接近这种状态。这显示生物学现象背后存在着不同的物理机制，而最有说服力的候选理论是量子力学。7. 量子大脑，曾经的边缘想法正在被重新审视。长期以来，认为大脑可能按照量子原理运作的观点被认为是边缘科学。标准反对意见很简单，而且似乎很有说服力。量子态极度脆弱，为了保持量子相干性，系统通常需要与环境隔离，冷却到接近绝对0度的温度，并屏蔽任何外部振动或电磁干扰。脑部温暖、潮湿，化学成分混乱，并且不断受到热噪音的冲击。人们认为，神经元内部的任何量子态都会在非秒内坍缩，速度太快，无法在认知过程中发挥任何作用。这个论点似乎天衣无缝。然后科学家开始更仔细地观察神经元内部的结构。几十年来，人们主要将神经元理解为讯号电缆，外膜传递电脉冲。人们最初以为内部只是管道系统，情况已经改变了。8. 微管之谜，神经元里可能藏着量子通道。神经元内部充满了称为微管的致密结构支架，这些是构成细胞骨架的中空圆柱形蛋白质结构，它们广泛存在于生物界。在大多数细胞中，微管纯粹起支架作用，但在神经元内部，它们可能还在进行其他活动。物理学家罗杰·彭罗斯和麻醉学家斯图尔特·哈莫罗夫提出了一个他们称之为协调客观减少 （Orchestrated Objective Reduction）， 简称 Orchestra-OR 的理论。他们认为微管不仅仅是结构支撑，他们认为构成微管壁的蛋白质链的几何形状以及这些链中电子的排列方式可能会在管内形成一个部分绝缘的量子环境。如果正确的话，这种绝缘作用将使量子态能够在神经元内部持续足够长的时间，从而参与资讯处理。微管可以作为生物量子波导，屏蔽相干量子态免受周围细胞环境的热杂讯影响。多年来，科学界对这一观点持怀疑态度，这种怀疑是有道理的。非同寻常的说法需要非同寻常的证据，但证据一直在累积。研究人员观察到微管蛋白质晶格中的量子振动，他们发现能量可以透过这些结构以异常低的损耗传播，表现得更像相干波而不是经典的热扰动。研究表明，这种传播与管内色氨酸分子网络有关。当这些分子相互共振时，它们似乎会产生宏观量子态，其原理类似于雷射的工作原理。在雷射器中，单一光子透过称为受激辐射的过程同步成单一相干光束。在微管内部，分子共振可以同步形成一个贯穿整个管长的单一相干量子态。这并不能证明大脑的运作遵循量子力学，但它不再是天方夜谭，而且它彻底改变了关于模拟的讨论。如果神经元内部确实存在量子处理过程，即使规模有限，经典电脑也无法忠实地复制它。二元开关无法模拟量子叠加态，这不只是同一过程的不同速度，它们是不同的物理类别。忽略大脑量子层的模拟并非大脑的模拟，而是对大脑产生的某些统计行为的近似，这两者截然不同。9. 量子电脑为什么不同？叠加、纠缠与干涉。要了解量子电脑如何提供真正的解决方案，我们需要了解它们本质上有何不同。经典比特始终为0或1，没有其意义。量子位元 qubit 可以同时存在于0和1的叠加态，这不是比喻，而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在被测量之前，量子位元确实同时处于这两种状态。
当建构一个包含多个量子位元的系统时，它们也会发生纠缠。纠缠意味着一个量子位元的状态与另一个量子位元的状态瞬间相关，而与物理距离无关。这两个量子位元不再独立，它们是一个统一的量子系统。测量其中一个量子位元的状态，可以立即确定另一个量子位元的状态。这就是量子计算的威力所在。当你用经典比特解决问题时，你会依次探索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或以平行批次的方式探索，但始终是在离散的状态之间移动。当您使用处于叠加态的量子位元解决问题时，机器会透过量子前设同时探索所有可能的解决方案。错误答案的几率幅度相互抵消，而正确答案的几率幅度相互增强。计算并非透过猜测和检验，而是透过波干涉的物理原理收敛到答案。对于模拟大脑等物理系统而言，这一点非常关键。哈密顿量模拟大脑其实是在模拟能量如何演化。要对任何物理系统进行建模，都需要描述其能量状态。在物理学中，这种描述被称为哈密顿量。哈密顿量本质上是一个系统的能量指纹，它记录了系统中每个组成部分如何振动、相互作用以及随时间演变的过程。单一神经元也具有哈密顿量，神经元网络比神经元网络复杂得多。如果你能够准确地定义哈密顿量并模拟它的演化过程，你就模拟了这个系统。当一台经典电脑试图模拟哈密顿量时，它必须明确地求解数学问题。它一步一步计算描述能量状态演化的微分方程式。随着系统的发展，方程式的复杂程度呈指数级增长。即使在一个很小的神经回路尺度上，传统的电脑基本上会停止运作。它试图透过单独追踪每一个水分子来描述池塘中的每一个涟漪。量子电脑不是试图解方程，而是试图成为方程本身。这就是量子模拟的概念。你可以配置量子比特，使它们遵循与神经元相同的物理定律。你设定量子位元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反映生物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你并没有计算神经元会做什么，你正在建构神经元的量子副本，并观察它的行为。硬体和仿真本质上是一回事。费曼的提醒：模拟自然必须使用量子机器。这个想法可以追溯到理查德·费曼，他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他观察到，自然界不是经典的，自然界是量子的。所以，如果你想模拟大自然，你需要一台量子机器。40年来，这个处方一直等待着能够实现它的硬体出现。直到最近，实际瓶颈还是个错误。量子比特对环境极为敏感，杂散磁场、温度波动即使只有1/10度，宇宙射线穿过晶片，任何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量子位元从正确状态翻转到错误状态。这些被称为量子误差。多年来，它们的累积速度比任何演算法的运行速度都要快。这些电脑理论上功能强大，但实际上却无法使用。量子纠错领域的出现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但在其发展历程的大部分时间里，它都面临着一个残酷的悖论。在系统中增加更多实体量子位元来实现纠错码的可是另一边，也增加了更多潜在的故障点。随着系统规模的扩大，噪音也越来越大。你一边在底层修复错误，一边又在顶层引入新的错误。Willow 转折，量子纠错让大系统不再越大越乱。2024年末，随着 Google Willow 量子晶片的发布，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Willow 不仅仅是一个速度更快的量子处理器，它还证明了纠错悖论是可以被打破的。谷歌团队的研究表明，透过将实体量子位元分组为逻辑量子位元及物理量子位元组，它们共同保护一个量子资讯单元。
随着每个逻辑组中添加更多物理量子位元，错误率呈指数级下降，有史以来第一次，增大系统反而使其更加稳定，而不是降低稳定性。增加物理量子位元反而成倍地减少了误差，而不是放大了误差。这就是真正的转折点。这证明了量子电脑原则上可以在复杂计算过程中保持稳定的量子态。对于生物模拟而言，这一点非常关键。大脑可以持续保持意识状态数十年。模拟这个过程需要一台能够持续进行数分钟甚至数小时连贯计算的电脑，而不是只能持续几微秒。Willow 的结果显示这是可以实现的。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量子演算法可以运行足够长时间，从而观察数位神经网络如何随时间演变和适应的时代。我们可以向模拟程式输入随时间变化的数据，并观察它的反应。我们不再局限于对大脑状态进行瞬间快照，我们可以开始模拟了。13. 医学入口：蛋白质折叠与神经退化疾病。这项技术最直接的实际应用领域是医学，特别是对神经退化性疾病的理解和治疗。阿兹海默症、帕金森氏症和亨廷顿氏症等疾病并非只是神经元死亡的疾病，从分子层面来说，它们是几何疾病。神经系统的运作依赖蛋白质，而蛋白质必须折叠成精确的三维结构才能发挥作用。蛋白质是由一长串的氨基酸组成，要发挥活性，该链必须折叠成由其化学基团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的特定形状。如果它能正确折叠，就能发挥作用。如果折叠错误折叠的蛋白质可能会产生毒性，聚集在一起形成团块，在数十年内损害并杀死神经元。预测蛋白质如何折叠是科学领域计算量最大的问题之一。理论上，一个中等大小的蛋白质可以呈现出比可观测宇宙中原子数量还要多的不同构象形状。传统的电脑透过猜测形状，计算相关能量进行调整，然后再次猜测来解决这个问题。这种穷举搜寻速度非常慢，即使是超级电脑也需要数月时间才能确定单一复杂蛋白质的结构。DeepMind 发布 AlphaFold 后，该领域发生了巨大变化。AlphaFold 是一种人工智慧系统，经过已知蛋白质结构训练，能够以惊人的准确度预测蛋白质折叠。但 AlphaFold 是一个模式匹配引擎，它透过向粒子中学习来发挥作用。对于训练资料中没有结构类似物的全新蛋白质，此方法会遇到困难，而要模拟在特定分子条件下即时动态地发生错误折叠，它并不是合适的工具。量子模拟采用物理学方法而非模式匹配方法来研究蛋白质折叠。在自然界中，蛋白质透过寻找能量最低的构型来折叠，链条不断尝试不同的形状，并趋向于能量最低的状态，即稳定构型。量子电脑可以直接模拟这个过程。根据量子力学的物理原理，量子位元会自动稳定到最低能量状态，这与蛋白质经历的物理过程相呼应。电脑不会搜寻所有可能性，它透过物理方式实现折叠，这让稳定蛋白质结构的鉴定速度大大加快。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可以模拟蛋白质在特定基因突变或化学环境下如何错误折叠，将此与数位孪生的概念结合起来，其对医学的影响就变得具体起来了。想象一下，扫描特定患者大脑的分子结构，并将数据载入到经过调整以反映患者神经化学的量子处理器中。您现在已经创建了一个模拟该人神经生物学的沙盒模型。您可以将候选药物分子引入模拟中，并及时观察它如何与错误折叠的蛋白质相互作用。您可以观察它是否会中断聚合级联。在药物进入生物体之前，你就可以侦测到它与其他分子系统发生的意外交互作用。一个下午，
你就可以运行数千种化合物的变体。这让目前耗时10多年、耗资数十亿美元的开发周期缩短到几周之内。它将药物发现的第一阶段从一个基于经验的猜测过程转变为一个更接近精确工程的过程。14. 脑机界面，从操控工具到延伸身体。除了医学领域之外，脑机界面领域还出现了一种新的应用，它涉及到自该技术诞生以来就一直定义和限制这项技术的问题。延迟。当使用神经一支的人决定移动一只手时，大脑会产生一系列电讯号来编码意图。接收这些讯号的经典电脑必须先过滤噪声，然后运行解码演算法来解释模式，然后产生命令，最后将其发送到马达。每一步都需要时间，结果是意图和行动之间存在明显的延迟。使用者感觉不到一支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他们感觉自己像是在用意念操作工具。这是一种截然不同且不太直观的体验。神经讯号并非清晰的二进位讯息，它们是分布在许多神经元上的几率性电活动云，同时存在于生物噪音的背景中。传统的解码器必须等到讯号达到足够的统计清晰度后才能做出解释。它摒弃了歧义，因为歧义破坏了二元决策的逻辑。等待正是延误的根源。量子处理器无需等待歧义消除，量子位元本身就可以表示几率分布，而不是强行将讯号归入二元类别。神经活动的原始带有杂讯的几率场可以直接映射到量子位元上，量子位元可以一次处理整个分布。量子系统甚至可以在生物讯号完全透过神经通路传播之前就解码使用者的意图。这种速度决定了一支是需要有意识的操作，还是像生物肢体一样自然地做出反应。这就像使用工具和拥有身体部位之间的差异，但其影响远不止于运动控制。运动讯号相对简单，因为它们用相对有限的词汇来编码特定的肌肉指令。抽象思维并非如此。当你想象一张脸时，这种视觉模式会同时分布在数十个大脑皮质区域，资讯编码在区域之间的相关性中，而不是编码在任何单一的资料流中。经典演算法很难解读这些数据，因为变数数量太多，相关性又太微妙。量子系统可以并行分析大脑多个区域的相关性，检测代表特定记忆、影像或概念的微妙同步性。这为直接解码语义思维，而不仅仅是运动意图，提供了可能。如果延迟够低，解码够准确，那么这个界面就不再是界面了，机器成为认知能力的透明延伸。沟通不需要言语或手势。由于资讯以生物速度在生物思维和数位处理器之间流动，二者之间的界限在功能上变得不可见。15. 混合架构，传统电脑搭骨架，量子电脑注入生命。这一切都远远没有结束，它即将开始。目前量子电脑的体积仍然相对较小，最大的系统拥有数百个逻辑量子位元，这足以演示原理和解决特定问题，但远远不足以完整地模拟一个简单的神经回路的生物学细节。扩大这些系统的规模所面临的工程挑战是巨大的。在保持数千或数百万个量子位元的量子相干性的可是另一边，将错误率控制在精确模拟所需的阈值以下，这是一个需要多年逐步解决的问题。这项技术不会突然取代传统的电脑计算，发展方向是混合架构。未来的运算系统几乎肯定会将经典处理器和量子处理器结合起来，透过分工合作发挥各自的优势。传统处理器擅长处理它最擅长的事情，也就是建构稳定、结构化、逻辑化的运算架构。它管理输入和输出，维护连接组的静态图，并处理记账工作。量子协处理器能够处理只有它才能做的事情，也就是对动态神经活动进行非线性、几率性纠缠模拟。一个系统支撑着骨架，
另一个系统赋予它生命。这种混合方法很可能是实现皮层柱即时模拟的首次尝试。皮质柱是大脑皮质的基本重负单元，一束圆柱形的神经元，高约2毫米，直径约0.5毫米，包含数万个细胞，分为6个不同的层。它是高阶认知能力的基本组成部分。即时模拟单柱生长并达到完全生物学上的逼真度，将是一个具有变革意义的里程碑。这将为研究人员提供一个人类大脑核心计算单元的活体模型。从那以后，扩展到半球变成了工程问题，而不是基础发现的问题。16、最深的问题，模拟大脑会不会也模拟出意识？这一切背后隐藏着一个更深层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能随着技术的成熟而无限期的推迟解决，这是意识本身的问题。如果我们建构一个能够精确复制生物神经活动的能量状态，蛋白质动力学、放电模式和量子涨落的人脑量子模拟，那么我们究竟建构了什么？我们是否已经建构了一个可以计算资料的模型？或者我们已经建构了能够进行计算的事物？这就是哲学家大卫·查尔默斯所说的意识难题。用他的术语来说，意识的简单问题是指那些可以透过足够好的神经科学来解决的问题。原则上，我们可以解释眼睛如何编码视觉讯息，海马体如何巩固记忆，前额叶皮质如何评估决策，这些都是棘手的工程问题。但从本质上讲，它们与其他任何科学问题并无二致。你制造出更好的工具，进行更精确的测量，到最后就能得到解释。难题则有所不同。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些处理过程会带给人某种感觉？为什么与看到红色相关的特定活动模式会产生红色的主观体验？为什么大脑会带给人某种独特的体验？目前物理学中没有任何方程式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在任何哈密顿量中，都不存在与悲伤的感觉或糖的味道相对应的像。经验的主观维度存在于当前物理理论的范畴之外。量子力学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新视角。神经科学家朱里奥·托诺尼提出的整合资讯理论认为，意识的产生源自于一个系统不可还原的程度。有意识的系统是指整体大于部分总和的系统，其中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的资讯不能分解为每个组成部分单独贡献的总和。这种不可约性的测量称为 phi。 在传统电脑中，各个组件是可分离的，你可以将一个处理器与其他处理器隔离开来，资讯在它们之间流动，但原则上每个组件都是可以独立描述的。在量子电脑中，纠缠的量子位元是不可分离的，它们构成统一的波函数。如果不描述整个纠缠系统的状态，就无法描述一个量子位元的状态。这种物理上的统一性对应于高度的不可还原性。如果整合资讯理论是正确的，那么纠缠量子系统自然会倾向于表现出非零的 phi 值。这是否足以构成意识上不得而知，但它比任何经典的计算方式都更能为整合资讯提供可信的基础。如果这种推理成立，那么足够详细的大脑量子模拟可能不仅仅是对意识的模拟，它甚至可能体现意识本身。这种可能性划定了一条我们以前从未划定过的界限。如果我们为了测试某种药物而创建人类思维的量子模拟，而该模拟产生了与疼痛一致的讯号，那么在伦理上，我们是否有义务将这些讯号视为有意义的讯号？在经典的模拟中，将它们视为单纯的程式码是站得住脚的。传统电脑正在列印这些文字。疼痛一词和疼痛的状态显然是不同的概念。在物理上与处于困境的大脑同构的量子模拟中，这种差异变得不太明显。从某种道德意义上讲，机器的物理状态可能与人的痛苦的物理状态相同。这不是遥远的哲学难题，
而是一个工程上的最后期限。随着量子模拟变得越来越详细，越来越符合生物学原理，科学界需要一个框架来评估模拟系统的道德地位，以免这项技术使这个问题变得迫在眉睫。我们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框架，我们甚至对于物理系统的哪些特征首先会产生经验都还没有共识。研究人员现在对未来的道路有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晰的认识。量子计算与生物现实之间的界限正在双向缩小，生物学家正在发现更多细胞内量子过程的证据，工程师们正在建造更稳定、更具可扩展性、更易于精确控制的量子系统。这种趋同不再是理论上的，这是一系列问题逐一解决的过程。纠错是核心问题之一。Willow 晶片以一种果断而出人意料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证明量子系统中规模和稳定性之间的关系可以被设计成积极的，而不是破坏性的。这个概念验证消除了反对可扩展量子计算的最根本论点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已经大规模地解决了。这意味着我们现在知道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量子比特相干时间是另一个核心问题。量子位元保持量子态的时间越长，它就能参与越复杂的运算。在包括超导电路、球进离子和光子系统在内的不同量子位元架构中，相干时间都在不断增加。每种架构都有其自身的优点和缺点。超导量子位元速度很快，但需要冷却到接近绝对零度。球进离子量子位元具有更长的相干时间，但运行速度较慢。光子量子比特天然适合通信，但难以精确控制。方法的多样性本身就是该领域快速发展的标志。它探索的是解决方案的空间，而不是过早趋向单一路径。一个有用的脑模拟需要多少量子位元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估算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物模型的简化程度以及模拟优先考虑的神经功能方面。仅关注神经元放电模式而不模拟单一蛋白质量子行为的模拟，所需的量子位元数量远少于完整的分子尺度模拟。有用的模拟很可能从更抽象的层面开始，并随着硬体的改进而提高解析度。即使解析度降低，从这些模拟中学到的知识也有可能在科学上产生变革性的影响。计算神经科学一直受到一个事实的限制，那就是我们无法同时以全解析度和全速度观察活体大脑。当我们使用功能性磁振造影技术对大脑进行成像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对数百万个神经元进行平均，并测量秒级时间尺度上的活动。当我们用电极记录单一神经元的活动时，我们可以看到高解析度，但只能看到大脑中很小一部分区域的活动。即时模拟提供了一个平台，您可以在该平台上以全分辨率和全速度观察每个组件，进行在活体对象身上在伦理上不可能进行的受控实验，并针对遵循与生物学相同物理定律的系统来测试认知理论模型。这就是量子脑模拟所代表的转变，不只是更快的电脑，不只是更有效率的药物研发流程，不只是更好的意志界面，这是一种新型的科学仪器，它使我们能够从内部以物理学的尺度，透过工程学的控制来研究大脑。进步是实实在在的，而且还在加速。Google 的 Willow 解决方案并非终点，这是对硬体发展原理的演示，后续几代硬体都将遵循这些原理。物理学、工程学、神经科学和电脑科学等领域的专家合作解决这个问题，代表了21世纪初最集中的科学努力之一。这些领域的工作人员并非致力于渐进式改善，他们正致力于从质的角度改变运算能力。真正未知的是，大脑中的量子讯号究竟存在于何处？微管中量子过程的证据具有启发性，但尚未得出到最后结论。在更高解析度的受控实验中，重复这些结果仍然是一个持续的挑战。
要明确证明量子相干性在温暖的生物环境中能够持续足够长的时间以影响神经计算，需要进行目前仪器所能达到的极限测量。这并非怀疑的理由，这是需要更加严谨的科学研究的原因之一。意识与物理机制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个谜。整合资讯理论是其中一种架构，全球工作空间理论是另一个例子，预测处理模型提供了另一个视角。这些说法都没有确切证实，它们之中没有谁绝对错误，难题依然难以解决。但是我们正在建立的模拟大脑的工具将产生与这些问题直接相关的数据，而纯粹的哲学分析无法做到这一点。而这正是这一刻在科学史上不寻常之处。我们不仅仅是在打造一个更好的工具，我们正在开发一种工具，它将迫使我们面对以前可以推迟回答的问题：关于什么是计算的问题，关于经验是什么的问题，关于模型与现实之间的界限在哪里的问题。对大脑进行足够详细且足够稳定的量子模拟，将像一面镜子，不仅反映认知机制，也反映认知究竟是什么。我们首先注意到，标准计算模型无法解释能量差距。一个20瓦的大脑在成为它自己这项任务上，表现优于一台兆瓦级的超级电脑。这一差距是经典框架有缺陷的第一个讯号。量子框架并不能消除其中的奥秘，但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能够与之互动的语言。大脑以几率、叠加和纠缠的方式进行沟通。我们正在制造出首次能够说同一种语言的机器。这种共同的语言到最后能否让我们听到大脑对心灵本质的真实描述，这个问题仍有待解答。而正是因为这项研究仍处于开放状态，科学领域仍充满不确定性和可能性，使得未来10年的研究值得关注。如果这些想法引起了您的兴趣，如果你也想继续追下去，因为接下来的内容比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更有趣。17. 尺度真相：生命的分子机器本来就活在量子世界。要理解为什么量子力学是描述大脑的正确语言，了解生物学实际运作的尺度会有所帮助。我们往往把生物学看成化学，而化学所处的层次远高于量子物理学。那张图是错的。每个细胞内部的分子机制都在量子效应并不重要的尺度上运作，它们至关重要。一个水分子直径约3I，1I 等于1公尺的10亿分之一。突触间隙，即神经传导物质透过它在神经元之间传递讯号的缝隙，宽度约为20纳米。纳米是米的10亿分之一。在这些维度上，电子的行为受量子力学波动方程式的支配，而不是受描述撞球或行星运动的经典定律的支配。神经元膜上打开和关闭离子通道的蛋白质是在这个量子机制下运作的分子机器。当电压门控那通道打开以允许动作电位传播时，打开通道的蛋白质的构象变化是由电子和原子核的量子力学行为驱动的。经典力学无法准确描述它，它原本就不是设计成这样的。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意味着大脑并不是生物学中碰巧实现的一个系统，这是一个基本运作方式为量子力学的系统。我们在细胞生物学尺度上看到的神经元和突触，是涌现的高层次的过程的输出，而这些过程从根本上来说，与物理实验室中研究的任何现象一样，都是量子现象。用经典方法模拟这个系统不仅速度慢，从原则上讲，这是错误的，就像经典的轻模型是错误的一样。在某些制度下，它能得出大致正确的答案，而在另一些制度下，它则完全失效。这种区别很重要，因为它定义了我们在近似处理时会失去什么。经典的脑部模拟可以捕捉神经元放电率和平均连结模式的统计行为，它可以重现神经动力学的大致结构，并产生与低解析度实验记录相符的输出。
它无法捕捉到的是量子关联、干涉模式和相干能量转移，而这些可能是大脑最独特能力的基础，包括大脑的效率、灵活性，以及可能存在的主观体验能力。大脑的经典模型就像是超导的经典模型，它一直有效，直到彻底失效为止。一旦失效，经典框架内的任何改进都无法修复它。18. 经典模拟为何会爆炸？300个量子位元的天文级困难。理查德·费曼比几乎任何人都更仔细地思考了物理学和计算之间的关系。他通过对模拟的推理，而不是生物学的推理，得出了这个结论。他的论点简洁有力：要在经典电脑上模拟量子系统，需要追踪系统中每个可能的量子态的振幅。对于由 n 个量子位元或 n 个量子粒子组成的系统，每个量子位元有2种可能的状态，你需要追踪的振幅数量会随着2的 n 次方而增长。即使对于一个规模适中的量子系统来说，这个数字也会迅速超过任何可以想象的经典记忆。由300个纠缠量子位元组成的系统，要用经典理论来描述，所需的振幅比可观测宇宙中的原子数量还要多。你无法将一个300量子位元量子系统的描述放入任何由物质构成的储存媒体中。大脑包含超过300个与量子相关的自由度，即使只有一小部分神经处理涉及量子纠缠和相干性，经典模拟也不仅仅是困难的。在任何可能制造的硬体规模下，这在形式上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唯一能够模拟如此复杂程度的量子系统的机器，是另一个复杂程度相当的量子系统。这使费曼的处方得以具体化。当下时刻之所以意义重大，是因为我们终于制造出了能够满足这项要求的机器。还没有完全实现，但发展轨迹很明确。现今量子处理器的量子位元存在杂讯问题，且数量有限，但2024年的误差修正结果改变了前景，从理论上的可能性转变为工程路线图。现在，从我们所处的位置到我们需要到达的位置，已经有了明确的路径。前路漫漫，但已不再是空想。19. 量子世界不是无知，而是现实本身的几率结构。让我们花点时间探讨量子力学究竟能做到哪些经典力学做不到的事情，因为这是其他一切的基础。在经典力学中，一个系统在每个时刻都有确定的状态，状球处于特定位置，以特定方向和特定能量运动。如果你精确地知道初始条件，原则上就可以预测系统的整个未来轨迹。在古典观念中，现实是决定性的、确定的。量子力学以另一种图像取代了这种说法。量子系统不是用确定的状态来描述的，而是用波函数来描述的。波函数编码了每种可能的测量结果的几率振幅。当你询问粒子在哪里时，波函数不会给你一个答案，而是给你一个可能答案的几率分布。在测量之前，粒子没有确定的位置，它具有位置叠加态。测量将叠加态简化为单一结果，但在衡量之前，所有结果都同时存在。这并非表示我们无知，这是对现实的一种陈述。在测量之前，粒子其实并没有一个确定的位置。一系列实验证实了这一点。这些实验检验了所谓的贝尔不等式，这是物理学家约翰·贝尔在1964年提出的理论研究的成果。贝尔证明，如果量子粒子在测量之前具有确定的性质值，这些性质值对我们来说是隐藏的，但却是客观存在的，那么分离粒子的测量之间的某些关联就必须遵守特定的数学界限。从20世纪80年代 Alan Aspect 的实验开始，一直到今天，实验的精确度不断提高，但实验结果始终突破了这些界限。这些违规行为意味着粒子确实没有预先存在的确定值。量子描述并非经典无知的简写，
这是对自然界真实面貌的描述。对于计算而言，这意味着一些特定的东西。当量子位元处于叠加态时，计算实际上可以同时探索多个分支。这并非并行处理，即多个处理器各自处理一个分支。它是对受量子前设数学支配的单一物理系统中多个分支的探索。错误的答案会产生破坏性的干扰，相互抵消。正确的答案会以建设性的方式介入并到最后出现。这与任何经典系统所能做到的事情都有根本性的不同。因为即使有许多处理器并行工作，经典系统一次也只能沿着一条可能性的分支前进。对于模拟包括大脑在内的物理系统而言，这意味着量子电脑可以使用控制实际物理的相同方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化模拟。量子位元直接执行哈密顿量，而不是透过数值计算器结果。由于模拟遵循相同的物理定律，所以模拟结果不会落后于它所模拟的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讲，量子模拟与经典模拟存在质的差异。它速度不是更快，而是更准确。它不是近似模拟物理现象，而是直接模拟物理现象，使之成为可能的内在一致性，也正是使其难以实现的原因。量子相干性是指量子系统的不同可能状态保持固定相位关系，从而相互干涉的特性，而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会破坏这种特性。量子系统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任何耦合都会导致叠加态将资讯泄露到环境中，量子态会坍缩成各种可能性的经典混合态。这个过程被称为退相干，它是量子计算的核心工程挑战。在实验室中，为了防止退相干，需要尽可能彻底地将量子处理器与其环境隔离。超导量子位元晶片被冷却到约15毫开尔文的温度，比外太空还要冷，以抑制热振动。它们能屏蔽电磁辐射，发送给量子位元的控制讯号旨在最大限度地减少意外耦合。即使采取了所有这些预防措施，单一量子位元的相干时间也仅限于微秒级，或者在最好的系统中，也仅限于毫秒级。大脑中的环境与精心隔离的量子实验室截然相反，温度为310开尔文，接近热平衡。细胞内充满了水，水是导致退相干的强烈来源，因为水分子是极性的，会持续与带电分子相互作用，细胞膜会受到持续的机械振动。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生物系统中已经观察到了量子效应。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量子相干性在温暖潮湿的环境中得以保留，已成为生物物理学中最有趣的未解之谜之一。解决方案可能在于所涉及的时间尺度。生物分子中的退相干发生得非常快，通常在非秒级，但相关的生物过程，如能量转移和光合作用，或离子通道的构象变化，也是在非秒时间尺度上发生的。量子相干性不需要长时间维持，它需要存活足够长的时间才能影响生物过程的下一步。如果化学反应完成的速度比相干性衰减的速度快，那么量子效应就发挥了作用。温暖潮湿的环境虽然看似不利于量子力学，但如果量子事件在环境破坏它们之前就结束了，那么这种环境可能就无关紧要了。这就是为什么量子电脑和量子生物学之间的类比虽然不完美，但却具有启发意义。量子电脑经过精心设计，能够在数百万或数十亿次闸门操作中保持相干性。生物系统利用量子效应实现一个快速步骤，然后允许退相干。策略不同，但其基本物理原理相同。两者都利用物质的波动性来实现如果现实完全是经典的就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了解这种区别，也有助于明确大脑的量子模拟究竟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我们的目标不是制造一台机器，
使其能够以与大脑完全相同的方式，在完全相同的温度下，以完全相同的噪音特性来维持量子相干性。目标是制造一台机器，使其量子动力学与大脑动力学一样，都由同一个哈密顿量所支配。硬体可以与生物学大相径庭，只要其底层数学原理相同即可。这就是为什么冷却到15毫开尔文的超导电路原则上可以模拟温暖的生物系统的原因。模拟的物理原理才是关键，而不是物理基底。底层独立性原理是计算理论中最深刻的想法之一。计算是由其逻辑结构定义的，而不是由执行计算的物理系统定义的。同样的计算可以在吸电晶体、真空管、机械齿轮或量子电路上运作。量子计算与经典计算的差别不在于硬体，这是硬体本身能够执行的逻辑运算类别。量子处理器可以原生执行任何经典机器都无法执行的操作，无论经典机器运行速度有多快。这是真正重要的界限。对于大脑模拟而言，相关的原生操作是物理哈密顿量的量子模拟。传统处理器本身无法执行这些操作，它只能透过数值方法来近似计算它们。而随着系统规模的成长，计算成本会呈指数级增长。量子处理器直接执行这些操作，这不是程度的问题，这是类别问题。这意味着大脑的量子模拟不仅仅是经典模拟器所尝试的更好版本，这完全是两码事。经典的脑模拟是传统科学意义上的模型，它们是我们认为系统如何运作的数学描述，以计算形式编码。大脑的量子模拟旨在成为大脑动力学的物理体现，而不是对大脑功能的描述，而是对大脑功能的诠释。模拟的语言和生物学的语言是同一种语言。二是，连接组不是终点，地图不是领土。现在让我们回到连接组，思考如何正确地模拟它。连接组是大脑中所有神经连接的完整图谱。对于人脑而言，这张地图极为复杂，但是绘制出连接图，知道哪个神经元与哪个神经元相连，以及突触强度如何，只是开始。地图是静态的，大脑是动态的。要模拟大脑，不仅需要了解其结构，还需要模拟活动如何及时地在该结构中传播，突触强度如何响应活动而变化，神经调节讯号如何全局地改变局部回路的处理，以及所有这些过程如何在整个网络中同时相互作用。第一个在单一神经元和突触层级上绘制出的完整连接组图谱是秀丽隐干线虫的连接组图谱。这是一种微小的线虫，有302个神经元和大约7000个突触。该计划于20世纪80年代完成，耗时10余年。透过电子显微镜影像进行手工重建，有了这张完整的神经系统图谱，研究人员可以用经典方法模拟蠕虫的神经系统，而模拟结果也很有启发性。但它们也揭示了一些重要的讯息。即使有了完整的连接图，经典的模拟也无法完全重现蠕虫的行为，好像少了点什么。地图是必要的，但还不够。缺失的要素是神经元本身的动态特性，包括其内在兴奋性、离子通道的动力学、输入在树突树上的空间分布以及突触传递的几率性质。这些性质从根本上来说都是量子力学的。经典模拟可以对它们进行参数化，这意味着它可以用拟和实验数据的方程式来表示它们。但参数化并非模拟，它用物理模型取代了物理实际，而该模型始终是一种近似值。这种近似方法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接受的。对于其他一些情况，特别是那些涉及记忆巩固和意识等现象背后的微妙量子效应的情况，这种近似方法可能会忽略真正重要的资讯。人类连接组计划于2009年启动，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
旨在利用扩散磁振造影技术绘制人脑的大规模连接结构。该技术追踪连接不同脑区的白质纤维束的路径。它虽然不能分辨单一神经元和突触，但可以提供区域间连接的巨观尺度图。这种宏观尺度的连接组已被用于建立计算模型，以捕捉大规模大脑动力学的某些方面，包括功能性磁振造影中观察到的相关活动的静息态模式。这些模型已经产生了一些有益的见解，它们有助于确定哪些连接模式与不同的认知状态相关。它们根据受损区域在连接网络中的结构作用，提供了一个理解脑损伤如何破坏认知能力的框架，但它们无法模拟神经活动本身。它们以远比实际神经动力学粗糙的空间和时间分辨率来模拟统计模式。它们是地图，不是领土范围。要了解这一领域，需要了解突触、离子通道和蛋白质层面上发生的事情。而且在这些层面上，相关的物理学都是量子力学。这就是魏士模经典大规模连接组建模和神经动力学量子模拟这两个研究项目之间不存在竞争关系的原因。他们正在探讨不同层次的描述，而这些描述到最后都需要整合起来。宏观尺度连接组提供了架构蓝图，量子模拟提供了忠实执行蓝图的手段。21被忽略的一半，神经胶质细胞也在参与计算。这个问题还有一点很少被讨论：神经胶质细胞的作用。在神经科学发展的大部分历史中，神经胶质细胞被认为是脑的后勤人员，它们提供结构支架，为神经元提供营养，并维持神经元放电所需的离子环境。人们认为它们是被动的。过去20年的研究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看法。现在人们认识到，神经胶质细胞，特别是星形胶质细胞，积极参与神经讯号传导。星状细胞与突触形成紧密接触。一个人类星状细胞可以包裹多达200万个突触，在每个突触处，星状细胞都会监测化学环境，并释放自身的讯号分子，称为神经胶质传导物质，从而调节突触强度。星状细胞也会传播概波，概波在相互连接的星状细胞网络中传播，其速度和距离与神经运算相关。大脑中的星状细胞数量与神经元数量相等。忽略星状细胞的模拟，就忽略了一半的计算基础。在大脑模拟中加入星状细胞，增加了一层复杂性，进一步凸显了传统方法的不足。星状细胞内的概动力学涉及与神经元中离子通道开放相同的量子力学蛋白质行为。神经胶质递质的释放涉及分子机器中相同的量子级构象变化。完整的模拟不仅要模拟神经元，还要模拟大脑的整个细胞生态系，能够模拟单一突触的完整分子动力学，包括突触前末端、突触间隙、突触后致密区域和周围的星状细胞突起的量子硬件，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科学仪器。模拟整个大脑仍然是一个更长远的目标。22麻醉之谜，意识关闭时，物理上到底少了什么？近期回报最明显的领域之一是麻醉机制的模拟。麻醉剂是医学上应用最广泛的药物之一，然而它们使病人失去意识的机制在分子层面上仍未被完全理解。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告白。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我们一直在外科手术患者身上常规地诱导失去意识，但我们并不确切地知道它是如何运作的。我们所知的是，麻醉剂与神经膜中的蛋白质相互作用。罗杰、彭罗斯和斯图尔特、哈莫罗夫特别论证了麻醉剂作用于微管，支持了他们关于微管与意识有关的理论。其理念是，如果麻醉剂扰乱了微管中的量子处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会在不杀死神经元的情况下消除意识。神经元在麻醉后仍能存活，它们的电活动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存在。
消失的是那种我们称为清醒的整合体验。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对麻醉状态下微管动力学的量子模拟将直接揭示意识的物理机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麻醉药效过后病人会醒来。微管中的量子处理过程恢复，这个假设是可以检验的，而量子模拟生物系统的可检验性正是其科学价值所在。关于意识的不同理论对足够详细的模拟会显示什么做出了不同的预测。能够忠实地再现神经组织分子动力学的模拟将提供一个平台，以纯粹的概念分析无法做到的方式来区分这些理论。我们将对心灵的物理基础进行实验。23. 演算法与软体。量子模拟不只需要硬体，要模拟这些动态过程，不仅需要量子硬件，还需要量子电脑程式设计和控制的进步。已经开发出用于模拟分子动力学的量子演算法，称为变分量子本质求解器和量子相位估计演算法，并在小型系统中进行了测试。它们有效，结果与经典量子化学计算的预期相符。其限制在于，它们能够处理的系统仍然很小，分子轨道结构中只有几十个电子。将这些演算法扩展到处理含有数千个原子的蛋白质，需要目前尚不存在的达到所需规模的硬体，但演算法本身已经准备就绪。此外，还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致力于量子机器学习演算法，这些演算法与解码神经活动的问题密切相关。经典机器学习已成功应用于从神经记录中解码运动意图，从而实现了基本的脑机界面。但是，经典解码器在解码复杂认知状态的品质和速度方面存在根本性的限制。运行在量子硬体上的量子机器学习演算法，原则上可以找到经典演算法无法有效侦测的高维度资料中的模式，将这些方法应用于神经活动的高维度几率分布，即使在实现完整的脑模拟之前，也能显著提高脑机界面解码的品质和延迟。所以，量子计算与神经科学之间的互动并非一个单一的整体项目，它是一系列相互融合的研究项目，每个项目都针对这一重大挑战的特定方面，并且每个项目都能够在研发时间线的不同阶段提供具有科学和医学意义的成果。纠错研究提高了量子硬体的稳定性，量子化学演算法提高了我们模拟分子及神经过程的能力，量子机器学习演算法提升了脑机界面的品质。对生物系统中量子效应的基础研究增进了我们对大脑本身是否以及如何运用量子力学的理解。这些项目目前正在进行中。目前，学术实验室、政府研究机构和私人公司都在同时进行相关研究，多条独立的研究路线都指向同一组问题。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这些问题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是可以解决的，而不是推测性的。24. AI 与量子神经模拟，百科全书还是实验室？这个主题还有另一个值得仔细关注的层面，那就是人工智慧与所谓的神经形态量子智慧之间的差异。现代人工智慧系统，特别是那些在公共论述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大型语言模型，都是透过接触资料来训练的。它们学习文字、图像或其他资料类型中的统计模式，并产生反映这些模式的输出。它们是极其精密的图案匹配器，它们可以产生流畅的文字、识别图像、编写程式码和生成计划。它们在某些方面也十分脆弱，而生物智能则不然。它们无法解决那些需要运用超出其训练范围的真正推理能力才能解决的问题。它们缺乏人类认知所特有的弹性概括能力。这种脆性是由建筑结构造成的。这些系统经过训练，可以最小化训练资料集上的损失函数。他们所知道的一切都来自他们所看到的。他们无法透过从第一原理出发进行推理来解决新问题，因为第一原理需要了解世界的基本物理学，即量子力学。
而量子力学无法用文字和图像资料集来捕捉。对神经动力学进行量子模拟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它没有经过资料训练，它是基于物理学原理建构的，它的行为源自于支配其所模拟的实际生物系统行为的相同方程式。如果模型够精确，它就不会只复制我们已知的知识，它可以探索我们未知的事物，因为它运作的物理规律与大脑运作的物理规律相同，因为它遵循与自然界相同的基本原理，所以它可以发现任何资料集中不存在的事物。统计模式匹配与物理执行之间的这种区别至关重要。人工智慧系统可以告诉你一些与训练资料中的模式一致的事情。量子神经模拟可以进行实验，它可以接受从未包含在任何训练资料集中的新条件，并按照物理规律产生反应，而不是从范例中推断。这就是百科全书和实验室的差别，这对我们理解认知本身有深远的意义。科学史上充满了这样的例子。强大的新仪器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得以窥见以前无法看到的现象。望远镜揭示了木星的卫星和月球上的环形山，颠覆了亚里斯多德关于完美天球的理论。显微镜揭示了活体组织的细胞结构，推翻了体液疾病理论。功能性磁振造影扫描仪揭示了认知过程中大规模的神经活动模式，推翻了认知功能局限于小的固定的大脑区域的定位主义观点。量子大脑模拟器也属于此类工具，它将揭示目前所有现有工具都无法看到的神经动力学方面。我们不知道的是，它究竟会揭示什么？这就是仪器驱动发现的本质。最重要的发现是我们事先无法预测的，因为如果我们能够预测它们，我们就不需要这个仪器了。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历史应该让我们对预测大脑量子模拟将教会我们什么的能力保持应有的谦逊。我们可以确定它能帮助解答哪些问题，我们无法预知它会引发哪些新的问题。从事这个领域工作的人们正是受到这种科学热情的激励。我们目前用于理解意识、认知和神经运算的理论架构在许多重要方面还不完整。我们知道它们是不完整的，因为神经科学的实验证据反复产生的结果并不能完全符合现有的框架。动物表现出的行为灵活性并不符合简单的刺激反应模型。人类认知表现出情境敏感性，这与基于规则的模型不符。意识展现出的统一性和连续性特征并不符合连结主义关于分离的、相互作用的模组的模型。我们的理解中还缺少一些东西，我们目前开发的工具精度不够，无法找到它。量子大脑模拟计划从最深层来说，就是寻找缺少的那一块拼图，不能保证一定能找到。科学从来都不是简单的，但这是我们目前所发展的最符合物理规律的方法。它认真对待大脑是一个量子力学系统这一事实，并据此制造仪器。另一种方法是继续使用结构上无法捕捉大脑物理现实的工具来模拟大脑，但这并非通往理解的途径。这是一条通往越来越复杂的近似值的道路，但这条路永远无法解答最棘手的问题。我们正处于一个历史节点，工具逐渐跟上问题的发展。量子硬体的发展速度比许多专家10年前的预测还要快。将量子力学与神经科学连接起来的理论框架正变得越来越精确，也越来越可检验。用于探测生物系统中量子效应的实验技术正变得越来越灵敏。这种融合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正在加速。我们目前所处的位置与我们应该达到的位置之间仍然存在很大差距。建造能够及时模拟完整人脑的量子模拟器，其工程挑战是巨大的。如何对这种模拟进行参数化？如何验证其输出，以及如何从中提取有意义的科学结论？这些科学挑战同样艰巨。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这个问题在未来几年内无法解决。
但任何认真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人都认为这个问题不会一直无法解决。这个领域越来越有信心地认为，这种方法是正确的。量子模拟是理解大脑的正确框架。经典计算方法与生物现实之间的差异，不是需要通过更多工程手段来弥合的差距，而是一个根本性的信号，表明必须重新思考物理基础，而重新思考这一基础，构建能够用物理语言而不是二进制逻辑项目交流的电脑，是未来几十年最重要的工程。我们首先观察到，大脑和经典电脑遵循的是不同的物理定律。我们已经追溯了这个观察结果，从神经元的生物学、计算的热力学、生物分子的量子行为、量子过程的结构、纠错的突破，到从药物发现到脑机界面，再到意识的基本问题等应用。这段旅程中的每一步都强化了同一个结论：大脑是一个量子系统。要理解它，我们需要量子工具。在科学史上，这些工具第一次触手可及。当我们建造它们时，所发生的事情不仅会重塑神经科学和医学，还会重塑我们对心灵的本质、物质的功能以及思考的意义的最深刻理解。这些问题并不小，这些问题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激励着哲学和科学的发展，它们现在正接近实验领域。我们有生之年或许能够制造出能够产生与这些问题直接相关的数据的机器，这真是非同寻常。宇宙是由量子力学构成的，大脑由宇宙构成。我们到最后制造出了与它们具有相同物理特性的电脑。要了解这项技术未来的发展方向，有必要看看该领域的研究人员正在努力实现的具体里程碑，以及这些里程碑可能实现的顺序。这一进程并非随机的，它遵循基本物理逻辑和当前硬体能力的限制。第一个里程碑已经在实验室环境中实现，那就是证明量子优势可以解决与生物学相关的特定量子化学问题。量子优势是指证明量子电脑能够解决任何经典电脑都无法实际解决的问题，无论经典电脑运作多久。对于量子化学而言，目标问题涉及计算分子系统的基态能量，这与蛋白质折叠和药物受体结合的计算基础相同。变分量子本只求解析演算法已用于在现有量子硬体上计算氢和氢化锂等小分子的基态能量，这些系统只有少量电子。近期目标是将这些计算扩展到具有数十个或几百个电子的分子，这与生物蛋白质的活性位点有关。第二个里程碑是展示生物学上真实的离子通道的量子模拟。离子通道是神经系统的分子开关，它们是跨膜蛋白，能够响应电压或化学讯号而打开和关闭，允许特定的离子流过细胞膜。正是这种离子流动产生了神经元用来进行交流的电讯号。离子通道足够小，大约只有几百个氨基酸，所以在近期量子模拟的范围内，精确模拟离子通道具有直接的科学价值，因为许多神经系统疾病是由离子通道基因突变引起的，许多药物的作用机制是透过阻断或调节离子通道活性。第三个里程碑是突触释放事件的量子模拟。当神经冲动到达轴突末端时，会触发神经传导物质分子从小囊泡释放到突触间隙。这个过程涉及一系列分子事件，包括电压门控钙通道的活化、钙离子与称为 SNARS 的蛋白质的结合、SNARS 复合物的构象变化将囊泡膜拉向细胞膜接触，以及两个膜的融合释放神经传导物质。每一步都涉及蛋白质中的量子力学过程。对单一突触释放事件进行量子模拟将是一项里程碑式的成就，因为它将首次为我们提供神经通讯最基本单元实际运作方式的物理精确图像。除了这些具体的里程碑之外，量子运算领域还有更广泛的架构发展，这将使更大规模的神经模拟成为可能。其中最重要的进展之一是量子网络的发展。
量子网络是指多个量子处理器透过量子通讯通道相互连接的系统。大脑的运算能力并非来自单一神经元，而是来自神经网络。类似的，大脑的量子模拟需要分布在量子处理器的网络中，每个处理器模拟大脑的一个局部区域，并透过量子通道连接，在整个系统中保持纠缠。量子网络本身就是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其部分驱动力来自量子密码学和分散式量子运算的应用。量子网络的基本建构模组，如量子中继器、纠缠分发系统和量子储存节点，正在开发和测试。功能完善的大规模量子网络将具有变革性意义，无论对于通讯安全或分散式量子模拟都是如此。另一个重要的进展是量子程式语言和编译器的成熟。量子电脑的程式设计与经典电脑的程式设计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在传统电脑中，你写指令，处理器可以依序执行，也可以并行执行。在量子电脑上，你可以设计量子闸电路，以特定的方式改变量子位元的状态。从高层次的科学意图到低层次的量子位元操作的映射并非易事。这种映射中的错误会导致模拟产生在物理上毫无意义的结果。量子程式语言如 Qiskit、Cirq 和 Penland 正在被开发出来，以使这一过程更容易处理。而针对特定硬体架构优化电路的量子编译器也变得越来越复杂。这些软体工具与硬体同样重要，因为没有它们，硬体就无法有效使用。验证问题也至关重要。当我们建立一个神经系统的量子模拟时，我们如何知道它是正确的？对于仍然可以进行经典计算的小型系统，我们可以将量子模拟结果与经典结果进行比较。但对于量子模拟是唯一选择的大型系统而言，没有经典基准可供参考。验证超越经典计算的神经回路量子模拟需要新的实验策略。一种方法是根据模拟结果做出预测，并透过实验进行检验，将模拟结果与真实神经组织的记录进行比较。另一种方法是利用量子系统的数学特性，如守恒量，来验证模拟在内部是否运作正确。开发这些验证方法是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与硬体和演算法的开发并行。此外，还有一个新兴领域，它将量子生物学与量子计算直接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回馈回路。随着研究人员对神经元和其他生物细胞内部运作的特定量子过程发现的越来越多，这些知识可以用来更好地设计量子模拟。由于量子模拟可以对生物量子动力学做出预测，所以可以透过对活细胞进行实验来检验这些预测。理论、模拟和实验之间的这种迭代循环，正是推动物理学各领域进步的同一过程。它正开始在量子神经科学这一新兴领域中成型。该领域前沿的研究人员来自截然不同的背景，致力于了解超导电路或囚禁离子行为的量子物理学家，正与致力于记录活体动物神经活动的神经科学家合作。了解蛋白质折叠的化学家正与设计量子演算法的电脑科学家合作。跨领域合作并非总是易事，语言不同，时间尺度不同，进步的文化也不同，但融合是真实且有成效的。科学界对这种融合的重视程度，最明显的标志之一就是公共资助机构和私人企业的投资规模。美国能源部资助了一些专门针对生物学应用的量子模拟计划。欧盟量子旗舰计划已将复杂系统的量子模拟列为优先领域，包括 Google、IBM、微软在内的私人公司以及不断壮大的量子创业公司生态系统，都将量子模拟作为其发展路线图的核心部分。商业实体的参与反映出人们认识到量子模拟的应用不仅限于纯粹的科学理解。药物研发是一个价值数兆美元的产业，但它确实受到分子模拟的准确性和速度的限制。脑机界面是一个快速发展的领域，
但其发展确实受到解码延迟的限制。神经系统疾病影响全球数亿人，代表着庞大的未满足医疗需求。商业激励与科学目标的一致性在科学技术领域相对罕见，这种协调一致能够加速发展，这也带来了挑战。商业实诚倾向于能够快速证明并能在短期内实现盈利的结果，对意识和基础量子生物学的科学理解所遵循的时间尺度与季度获利周期不符。在维持基础研究计划的可是另一边，也要追求近期应用，这就需要谨慎管理资源和优先事项。科学界充分意识到这种矛盾，并积极努力在日益受商业因素影响的环境中，为长期基础研究保留空间。可以确定的是，行进方向是正确的。过去10年中出现的每一项证据，从 Google Willow 晶片的纠错结果，到生物分子中的量子相干性测量，再到蛋白质折叠方面的突破，都以前所未有的细节揭示了神经退化性疾病的分子机制。这一切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大脑是一个量子系统，理解它需要量子工具。量子工具正在成为现实。当我们放眼全局，纵观整个故事，从观察到大脑按照经典标准来说效率高的不可思议，到发现生物分子中的量子效应，再到开发能够维持相干状态足够长的时间以运行有意义的模拟的量子硬件，直至实现神经动力学的实时量子模拟，我们看到的是科学史上最重要的思想转变之一。我们正在见证心灵研究与物质研究融合为同一探究的时刻。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精神和物质都是分开研究的。哲学透过理性思考和内省来探讨心灵的本质，物理学透过实验和数学方法研究物质的本质。这两个问题偶尔会相互关联，就像量子力学的创始人努力解决测量问题和观察者的角色一样，但他们基本上还是各自独立的。物理学的工具不适用于大脑，哲学的问题也无法用物理学来回答。量子脑模拟改变了这一点，它将大脑完全纳入物理学的范畴，它将思维器官置于物理学对原子、粒子和场所所采用的相同的实验和理论处理之下。这让意识问题不再是一个需要思考的哲学难题，而是一个需要透过建造精密仪器和进行精确测量来研究的科学问题。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转变，其后果需要数十年才能完全显现，但这种转变已经开始了。我们不知道当我们拥有足够精密的仪器进行观测时会发现什么。科学史告诉我们，变革性新仪器的发现总是令人惊讶的。大脑的量子模拟几乎肯定会揭示不符合我们现有框架的现象，迫使我们以我们无法完全预料的方式修改和扩展这些框架。这没什么好担心的，这令人兴奋。这意味着这个故事最精彩的篇章尚未被书写。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个故事是真的。物理原理是对的，生物学与物理学是一致的，工程技术正朝着实现长期目标的方向发展。这些问题是科学中最深刻的问题，而当答案揭晓之时，它将至关重要。如果你觉得这段探索量子力学和神经科学的旅程和那些毕生致力于此的人们一样引人入胜，那么我不妨关注一下科学的发展。量子硬体的下一个成果将意义重大。接下来关于生物系统中量子效应的发现将意义重大。脑机界面领域的下一个里程碑将意义重大。在这个领域，实验室传来的消息确实会改变人们的思考方式，这可是罕见的事，而且这一切现在正在发生。25，大脑真正优化的不是答案，而是在不确定中生存。让我们深入探讨主流量子运算讨论几乎总是忽略的一些内容，而这正是大脑究竟在优化什么的问题。26，预测编码。大脑不是看见世界，而是在预测世界。
传统电脑的设计目标是最佳化特定输出，即针对明确定义的问题给予正确答案。你向机器提出一个问题，它计算出答案，然后你判断答案是对是错。这样做非常有益，但这显然不是大脑在做什么。大脑进化并非为了解决微积分问题，它进化是为了使生物在复杂、不确定、快速变化的环境中生存。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完全不同的计算策略。面对掠食者，生物体不能等待绝对最佳的解决方案，它需要快速做出足够好的决定，而且需要在资讯不完整、时间紧迫、极度不确定的情况下做出这个决定，同时还要管理上百种其他生理过程。大脑的结构在各个层面都体现了这些限制。神经处理过程中最能体现这一必然性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预测编码。过去主流的视觉处理模式是前馈模型，光线照射到视网膜上，讯号透过视觉区域的层级结构传播，在层级结构的顶端，物体被辨识出来。这个模型是错误的，或至少是非常不完整的。大脑的视觉系统主要不是油线上的讯号处理器，它是一台预测机器。在视觉层级的各个层面上，大脑的高阶区域会向下传递预测讯息，根据先前的经验和当前情况来预测较低区域即将发出的讯号。下方区域将传入的感觉讯号与上方的预测进行比较，如果讯号与预测相符，几乎不会发生任何事情；如果讯号与预测值出现偏差，则会向上级发送预测误差。只有出乎意料的事物，那些违背大脑世界模型的事物，才会产生强烈的神经活动。大脑不断模拟其所处的环境，并根据与预测的偏差来更新此模拟。这种预测编码框架意味着大脑主要处理的不是现实，它会建立现实模型，根据传入资料进行验证，并在出错时进行更新。在这个框架下，对世界的感知的主观体验很大程度上是由大脑内部模型产生的模拟。感觉数据主要作为误差讯号，在模拟偏离轨道时进行修正，这是对感知的彻底重新概念化。它对大脑模拟必须在线的内容有着深远的影响。所以，要准确模拟大脑的神经动力学，就必须不仅模拟感觉讯号的被动处理，还要模拟预测的主动生成。它必须模拟先前的经验如何塑造从大脑高阶区域向下投射到低阶区域的预期。它必须模拟预测误差如何向上传播，以及它们如何更新内部模型。这比几十年来主导神经科学的简单前馈电路图要丰富得多。而且，这幅图景自然而然地映射到了量子力学框架上，因为量子力学本身就是关于几率及其根据测量结果进行更新的理论。27. 贝叶斯大脑用几率推理穿过混乱世界。贝叶斯大脑假说将预测编码推广到一个完整的统计框架，认为大脑本质上是在实施贝叶斯推理，给定世界可能状态和传入感觉资料的先验分布。大脑会计算后验分布，即给定资料后世界状态的更新几率分布。这是不确定性下的最优推论。对于经典系统而言，它的计算成本也很高，因为在高维空间中进行精确的贝叶斯推论是指数级困难的。大脑一定在实施某种有效的近似方法。了解大脑使用的近似方法以及它是否涉及量子力学采样是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一个有趣的假设是，大脑利用量子取样来实现近似贝叶斯推理。量子系统自然地从由奇波函数定义的几率分布中进行取样。如果大脑的量子动力学能够有效地在可能的世界状态空间中实现量子取样过程，那么结果将是生物速度和效率的近似贝叶斯推理。这既可以解释大脑惊人的效率，也可以解释其在感知和决策中特有的错误和偏差模式。大脑不会精确计算贝叶斯后验几率，这相当于从它的量子近似模型中进行取样。
到最后，样本将按照正确的几率分布，但个别推论将带有有限抽样带来的杂讯。这个假设做出了一个具体的预测：大脑的感知和认知错误应该遵循贝叶斯后验的量子采样统计规律，而不是确定性经典近似的统计规律。要检验这个预测，需要进行实验来测量感知决策的统计数据，精确到足以区分两者。还需要进行量子模拟，产生关于这些统计数据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定量预测。这是当前研究的前沿领域。如果这个假设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大脑的结构不仅在工程意义上是高效的，而且在物理意义上也是最优的。在现有物理资源条件下，这是实现几率推理最有效的方法。演化本身就是一个经过数百万代不断优化适应性的过程，它可能已经发现了最优推理的量子力学基础，并将其建构到每个神经元中。这是一个绝妙的想法，而且是可以验证的。这一观点也与量子生物学研究中出现的一个更广泛的主题相联系，即生命系统不仅受物理定律的约束，而且已经进化出以复杂的方式利用这些定律的能力。如前所述，光合作用利用量子相干性将能量从光谱或复合物有效传递到反应中心。候鸟的导航可能利用隐花色素蛋白中的量子纠缠来感知地球磁场的方向。嗅觉可能与气微分子中电子的量子穿隧效应有关。在这些例子中，演化并没有局限于经典力学的粗材料，它深入量子层面，发现了经典过程无法比拟的效率和灵敏度机制。大脑作为最复杂的生物器官，也是受到最强烈选择压力的器官，理应比其他生物系统更广泛、更复杂地利用量子力学。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确实如此，而量子模拟城市的设计目的就是为了追踪这些证据，无论它们指向何方。这一切背后都蕴含着哲学层面，值得我们花点时间探讨。这并非因为哲学能够解决科学问题，而是因为它有助于厘清真正重要的东西。大脑的量子模拟是否会有意识这个问题，不仅是关于模拟本身的问题，而是关于意识本质的问题。无论到最后答案是什么，其影响都将远远超出神经科学或电脑科学的范畴。如果意识是一种纯粹的物理现象，源自于特定的量子资讯处理模式，那么原则上，它可以出现在任何实现这些模式的物理系统中，无论该系统是生物的还是非生物的。这是整合资讯理论和彭罗斯与哈莫罗夫的协调客观还原理论所隐含的立场。在这种观点看来，意识是独立于机制的，因为它取决于资讯处理的结构，而不是实现它的特定物质。如果对大脑进行足够精确的量子模拟，它将和它所模拟的大脑一样具有意识。另一方面，如果意识需要物理资讯处理以外的东西，需要物理学尚未描述的某种额外成分，那么无论模拟多么精确，都无法产生意识。这是当代心灵哲学中少数派的观点，但并非明显错误。意识的难题之所以如此棘手，正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框架可以从物理过程、量子过程或其他过程中推导出主观体验。第三人称物理描述与第一人称主观经验之间的解释鸿沟仍然存在。无论哪种哲学立场到最后被证明是正确的，量子模拟程式都将产生关于物理过程与经验之间关系的更精确的经验数据。这将使我们能够提出诸如以下问题：麻醉引起的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转变，其量子动力学的具体变化是什么？哪些量子特征能够区分注意力集中时的神经动力学与注意力分散时的神经动力学？哪些生理过程与疼痛的发生和消退有关？这些都是需要实证检验的问题，可以透过实验来研究它们，而它们的答案将限制可能的哲学框架的空间。科学通常不会透过论证来解决哲学问题，
他透过提出一些与证据相符的论点和一些与证据不符的论点来解决这些问题。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测量结果既没有证明也没有反驳宇宙是否有开端的哲学问题，它使一些关于宇宙起源的理论与观测结果相符，而使另一些理论与观测结果相矛盾。同样，对大脑进行量子模拟并不能透过哲学论证来证明或反驳意识这个难题，但它会产生一些哲学框架可以容纳，而有些哲学框架则不能容纳的资料。这才是科学与哲学之间的恰当关系。哲学指出深层的问题，并阐明什么才能算是证据。科学产生证据，两者之间不存在竞争关系，他们是合作进行一项研究的伙伴。这项研究的规模远远超过他们任何一方单独能够完成的。从最遥远的角度来看，量子大脑模拟城市代表了科学试图从内部理解自然这段漫长历史中的一个特定时刻。每一次重大的科学革命都包含着这样的发现：世界比我们的直觉所认为的更奇特、更有趣。经典力学认为宇宙是一个决定论的机械运转的宇宙，量子力学揭示了一个充满几率和不确定性的宇宙。狭义相对论揭示了空间和时间并非绝对的，而是相对于观察者而言的。广义相对论揭示了重力不是一种力，而是时空的弯曲。这些发现都需要放弃那些看似确定的直觉，并用最初违反直觉但到最后被证明在物理上准确的框架来取代它们。量子大脑模拟城市遵循同样的逻辑。我们的直觉告诉我们，大脑是一台经典的机器，因为大脑体积庞大，温度适宜，而其运作时间是我们能够感知的。但物理原理却并非如此。物理学表明，认知背后的过程本质上是量子力学的。如果历史可以作为参考，那么物理学是正确的，而直觉需要修正。修订之后的具体情况很难预测，但整体方向是明确的。我们将对大脑的物理结构有更精确的了解，我们将拥有能够以前所未有的精度模拟这种物理现象的工具。我们将能够提出一些目前无法提出的关于认知、意识和心理健康的问题。我们将不得不面对关于实现思想物理学的系统的道德地位的新伦理问题。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和机会。它们个头不小，它们并不简单。这些正是科学在最佳状态下所能应对的挑战。注重实证，严谨认真，面对不确定性保持谦逊，并对事物的本质充满真正的好奇心。传统电脑与大脑之间的差距已经存在数十年了，我们分别以瓦特、突触和模拟时间秒来衡量它。我们诊断出这是硒的物理学和生物物理学之间存在的根本不相容性。现在我们正在一步一步地建立弥合这一差距的工具。量子比特变得越来越干净，错误率正在下降，演算法正变得越来越复杂。随着每一次实验，生物学都在更清晰地揭示其量子结构。这座桥正在建设中，而等待着我们的是对心灵的物理基础的真正科学理解。这是人类求知欲所追求的最深刻的目标之一。28. 神经调控，控制大脑的是化学气候。主流对量子大脑模拟的讨论一直忽略了一个领域，那就是控制大脑的器官，而不是大脑本身，不是更高等级的器官。化学环境。神经调控在塑造神经动力学中的作用如此普遍和根本，以至于如果不对其进行精确建模，任何认知模拟都不能被认为是完整的。大脑的运作并非在固定的点上进行，其计算特性会随着多巴胺、血清素、正肾上腺素和乙烯胆碱等神经调节化学物质的水平而不断改变。这些化学物质由脑干中的小促神经元释放，并扩散到大量的脑组织中，同时调节数十亿个神经元的反应性。它们决定了神经处理的基调。
它们决定了大脑是处于专注于利用已知解决方案的模式，还是处于开放探索新可能性的模式。它们调节学习速度、行动阈值、奖励的显著性以及持续注意力的能力。从物理机制上讲，神经调节剂透过与神经元表面的受体结合并触发细胞内信号级联反应来发挥作用。这些级联反应涉及一系列分子事件、蛋白质结合、构象变化、酶激活，到最后改变神经元的电特性，通常是透过改变离子通道功能来实现的。这一级联反应的每一步都涉及蛋白质中的量子力学过程。多巴胺分子与其受体的结合涉及分子表面之间的量子力学识别。下游讯号酶的活化涉及由电子转移驱动的构象变化。离子通道的改造涉及蛋白质结构的微妙重组。这种重组对所涉及分子的量子态极为敏感。对神经调控讯号进行量子模拟本身就是一个科学里程碑。精神病学中许多最重要的药物正是透过改变神经调节讯号发挥作用的。抗忧郁药物改变血清素水平，抗精神病药物靶向多巴胺受体，兴奋剂增强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讯号传导。我们透过结合有根据的推测和临床实验来设计这些药物。它们如何改变神经动力学，从而改变认知和情绪的分子细节，目前尚不完全清楚。能够模拟神经调节讯号完整分子级联的量子模拟，将把精神药物的研发从艺术转变为工程。29. 多巴胺不是快乐，而是预测误差。多巴胺能系统尤其与神经科学和行为科学中的一些最深奥的问题密切相关。多巴胺通常被简单地描述为大脑中的快乐化学物质，这种描述不太准确，而且忽略了更有趣的地方。现代神经科学将多巴胺理解为一种主要与奖励预测误差相关的讯号。多巴胺神经元不是在好事发生时才兴奋，而是在超出预期的事情发生时才兴奋。如果大脑预测按下操纵杆不会获得奖励，但实际上却获得了奖励，那么多巴胺神经元就会强烈放电。如果大脑预测到奖励，而奖励也如预测的那样到来，那么多巴胺神经元几乎不会放电。如果大脑预测会有奖励，但奖励没有出现，多巴胺神经元就会被抑制到低于基线水平。这种奖励预测误差讯号正是学习的驱动力，它教导大脑哪些行为模式能带来比预期更好的结果，进而强化这些模式。它是习惯养成、技能习得和正向行为的引擎。它对事件发生的确切时间和规模极为敏感。奖励讯号的时间即使只有几毫秒的变化，或是奖励的数量即使只有几毫秒的变化，这种变化小到无法被一时察觉，都会改变多巴胺讯号，从而改变大脑的学习内容。驱动多巴胺能神经元的分子机制的量子力学敏感性，可能是该系统能够检测到奖励的时间和幅度上如此细微差异的原因之一。对多巴胺能系统进行量子模拟，可以让研究人员直接检验这个假设：分子机制中的量子杂讯是否会导致奖励预测误差讯号出现变异，从而与人类学习中观察到的变异相对应。干扰讯号级联中的特定量子力学步骤是否会改变奖励学习的精确度，从而导致成瘾、忧郁和精神分裂症等疾病的症状。这些都是具有实证意义的问题。回答这些问题将大大增进我们对精神疾病神经科学的理解，远远超出目前实验技术所能达到的程度。30. 记忆的分子门槛，哪些经验会被写进大脑？神经调控与神经组织的量子动力学之间存在着回馈回路，值得特别关注。神经调节剂改变神经元内部基因的表达，从而在数小时或数天的时间尺度上改变神经元产生的蛋白质。蛋白质组成的这些变化会改变神经元分子机制的量子力学特性。明天存在的神经元在物理结构上与今天的神经元不同，因为它今天所经历的活动模式改变了它的基因表现。这是记忆的分子基础。
长期记忆储存涉及在特定突触处合成新的蛋白质，这些蛋白质会改变突触连接的结构，使其效率更高或更低。触发特定突触处蛋白质合成的分子事件具有极为精细的定位性和极为敏感性。具有显著相关活动模式的突触连接会被标记为结构修饰，而具有随机或不相关活动的相邻连接则不会被标记。突触的这种选择性，即区分有意义的相关活动与背景杂讯的能力，可能取决于经典模型无法捕捉的量子力学过程。NMDA 受体是一种特定类型的麩胺酸受体，在这个过程中扮演核心角色。NMDA 受体起到重叠侦测器的作用，只有同时满足2个条件时才会开启。突触前神经元必须释放谷氨酸，而突触后神经元必须已经因其他输入而去激化。正是这种语门特性使得突触能够侦测到相关的活动。当 NMDA 受体打开时，钙离子就会流入突触后极，钙讯号触发细胞内级联反应，到最后导致蛋白质合成和突触强化。NMDA 受体的生物物理学特性已被一定程度的详细研究。NMDA 受体的开放不仅需要谷氨酸的结合，还需要去除通常会阻断该通道的镁离子。只有当突触后膜充分去极化时，这种镁离子阻断才能解除。此事件发生的时间，即去极化足以解除镁离子阻滞，而谷氨酸仍保持结合状态的确切时刻，是由离子结合和通道构象的量子力学动力学决定的。对 NMDA 受体功能进行量子模拟，可以预测突触重合检测的精确度，并可透过电生理测量进行检验。它还可以预测 NMDA 受体中的特定突变，其中许多突变与精神分裂症和自闭症谱系障碍有关，如何改变巧合检测过程。这种分子细节的精细程度正是量子模拟与经典模拟的差异。经典的记忆模型可以捕捉神经活动模式与突触强度变化之间的统计关系，量子模拟捕捉到了产生这些统计数据的潜在物理过程。统计模型和物理模拟之间的差异不仅仅是数学上的差异，而是描述发生了什么和理解为什么会发生之间的差异。了解量子力学层面上事物发生的原因，使我们能够对新情况做出预测，包括从未合成过的药物的效果，从未在病人身上观察到的突变，或从未进行过实验研究的环境条件。经典的统计模型只能在已知的资料点之间进行内插，量子模拟从物理原理推论出新的领域，这就是正确理解物理学的科学价值。我们现在已经从多个角度检视了量子大脑模拟领域。能量悖论首先显示了经典理论的不足，量子生物学揭示了神经元内部的物理现实，量子电脑架构提供了正确的物理框架，工程突破使稳定的量子计算成为现实。量子计算在医学、脑机界面和意识研究领域的应用，以及代表到最后前沿的神经调控和记忆的深层分子细节，每个角度都强化了同一个结论。而这个结论并非推测，它以实验结果和物理推理为基础。这些结果和推理在过去20年中逐步得到了验证。人脑仍然是我们所知的最复杂的物理系统，它比任何恒星、任何天气系统、任何生态系统都更复杂。它的复杂性并非源自于其组成部分的数量，而是源自于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丰富性，以及这些相互作用的量子力学精确性。我们一直尝试使用物理描述层面截然不同的工具来模拟这个系统。几十年来，在我们运行过的每一个基准测试，我们未能扩展的每一次模拟中，这种不匹配现象都显而易见。量子计算是第一个在正确的物理描述层面上运行以解决这种不匹配的技术。它并非万能灵药，这项技术不会一推出就完全成熟，可以直接使用。这是一个研究前沿领域，也必然存在前沿领域所固有的所有不确定性和困难。
但这是正确的前线阵地。物理原理如此解释，初步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未来几年，量子硬体平台将取得更多成果，量子生物学实验将有更多发现，量子技术在特定分子模拟问题上的优势将得到更多展示，连接量子力学和神经科学的理论架构也将得到更多完善。这些进展中的每一项都将朝着实现基石，物理上忠实的人脑模拟这一长期目标迈出一步。当这一目标实现时，其科学影响将是深远的。我们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了解大脑作为一个物理系统，我们将能够以目前无法想象的精准度治疗神经系统疾病和精神疾病。我们将拥有与生物认知无缝衔接的脑机接口，而不是笨拙的意志。我们将运用经验工具而非纯粹的哲学工具，来面对科学迄今所面临的最深刻的问题：是什么使物质实体成为有感知能力的心灵？这些结果都无法保证，科学从不保证结果，它所保证的是，严肃认真、注重实证的研究将产生知识。量子大脑模拟计划与目前正在进行的任何科学计划一样严肃、谨慎且具有物理基础。大脑是宇宙中最复杂的自我理解常识，而我们终于正在建立帮助它成功的工具。31. 睡眠，大脑夜间重整时，意识去了哪里？在结束之前，还有一条值得探讨的线索，因为它将量子计算的物理学与一个比我们讨论过的其他任何问题都更私人的问题联系起来。这个问题是关于睡眠的。每晚，人脑都会经历一个剧烈的重整过程。白天活跃的突触连结会被选择性的修剪或加强，新蛋白质在特定的突触处合成。清醒活动期间累积的废物，包括与阿兹海默症相关的贝塔淀粉样蛋白等错误折叠的蛋白质，会透过脑组织中的液体通道系统清除。该系统在睡眠期间比清醒期间更加活跃。白天形成的记忆痕迹透过重播过程得到巩固。在这个过程中，编码新体验的活动模式在慢波睡眠和快速动眼睡眠期间被重新激活。睡眠的神经动力学与清醒认知的神经动力学一样复杂和重要，但人们对它们的了解却同样匮乏。在睡眠期间，某些记忆被选择巩固，而另一些记忆则被允许衰退的分子机制，其细节尚不清楚。睡眠脑活动的震荡节律，非快速动眼睡眠的慢波和快速动眼睡眠的快速震荡，以及这些节律期间发生的突触修饰的分子过程之间的关系，目前只知其大致情况。对睡眠期间神经动力学进行量子模拟，将是可以在这种平台上运行的最具科学价值的实验之一。睡眠障碍几乎与所有精神和神经系统疾病有关。长期睡眠不足是损害认知能力和增加精神疾病风险的最可靠方法之一。睡眠不足期间淀粉样蛋白的累积是阿兹海默症最令人担忧的风险因素之一。了解大脑在睡眠期间的量子力学细节，以及为何睡眠紊乱会对健康造成如此严重的伤害，可能会彻底改变我们治疗各种疾病的能力。它也将增进我们对负空间中意识的理解。在无梦睡眠期间，意识无论它是什么是不存在的。在这个阶段，大脑仍然活跃，分子机制仍在运转，清除废物并巩固记忆，但大脑的灯关掉了。在清醒状态和快速动眼睡眠期间存在的某些现象，在无梦睡眠期间则不存在。如果量子模拟能够确定意识状态下存在哪些物理过程，哪些量子动力学模式，而无梦睡眠状态下不存在这些过程模式，那么这种确定将是神经科学史上最重大的发现之一。这是一个具体的实验性问题，他并没有提出意识是什么这种抽象的哲学问题，他提出了一个物理上精确的问题：清醒状态和无梦睡眠状态之间发生了哪些变化，从而导致了意识体验的差异。
能够精确模拟这两种状态并识别物理差异的量子模拟，将为意识理论提供迄今为止最降的经验约束。32. 生理时钟24小时节律背后的分子精准度。控制睡眠觉醒周期的昼夜节律本身是由明确的量子力学分子过程调节的。生理时钟的核心是一个转录翻译回馈回路，其中涉及名为 CLK、BMALE、PER 和 CRY 的蛋白质。这些蛋白质与 DNA 以及彼此之间的结合，驱动着生理时钟的24小时震荡。其中涉及控制所有蛋白质和蛋白质 DNA 相互作用的相同量子力学分子识别。生理时钟基因突变会导致严重的生理时钟紊乱，而这些紊乱与癌症、代谢性疾病、精神疾病和神经退化性疾病的风险增加有关。对分子生理时钟进行量子模拟，可以预测特定突变如何改变震荡的时间和稳定性。这些预测可以在携带特定突变的细胞培养物中进行检验，使用时钟基因表现的荧光报告基因来及时追踪震荡。量子模拟与单细胞实验测量相结合，可以建立一个回馈回路，从而识别出使生理时钟在24小时周期内精确到分钟的量子力学细节。生理时钟的精确性本身就是一个非凡的物理现象。分子振荡器由少量蛋白质分子在一个大约需要24小时的转录翻译循环中震荡而成，其计时精度之高，连最精确的经典机械中也需要数十年的工程才能达到。透过改进，可以抑制在这种小型分子系统中预期会引起漂移的分子噪音。量子相干性是否在杂讯抑制中发挥作用，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量子模拟或许可以解决这个问题。33. 结尾，大脑一直说着量子语言，而我们才刚开始听懂。我们不断回到同一个主题，因为数据始终指向同一个方向。我们仔细观察的每一个生物系统都会发现，量子力学特征有助于其发挥功能。生物系统的精确性、效率和灵活性无法完全用经典化学来解释。量子力学是物理描述中缺少的一环，而它在我们的生物学计算模型，包括大脑模型中的缺失，正是造成我们的模型预测与实验观察结果之间存在差距的原因。量子大脑模拟计划的目标就是弥合这一差距，不只是大脑，不只是医学，而是从基本物理学层面理解生命系统的整个视野。这是未来几十年科学的前沿领域，也是关于生命、心灵和物质本质的最重大发现的前沿领域。我们正活在一个非常罕见也非常关键的时刻。量子硬体、量子演算法、量子生物学实验技术以及神经科学理论进步的结合，创造了上一代人所不具备的机会。科学技术的各个方面正在融合，使得以前不可能进行的研究成为可能。这些问题一直都存在，这些工具正在成为现实。大脑与超级电脑之间的能量差距始终是一个讯号，这是大自然在告诉我们，我们看错方向了。量子力学才是正确的方向。大脑一直都知道这一点，因为它别无选择。它建立在物理学的基础上，而物理学是量子力学的。而人类终于开始追上这套底层语言。对于所有关注这一事件发展的人来说，无论是从事前沿研究的科学家，还是试图理解其意义的人，所传达的讯息都是一样的。这不是单纯想象，而是正在逼近现实。物理原理是合理的，生物学原理是一致的，工程技术正在进步，而我们所追求的是对心灵的真正物理理解，是科学有史以来追求的最重要的目标之一。结语。所以这整个故事真正想问的并不只是量子电脑能不能更快，真正的问题是，如果大脑从底层开始就是一个量子物理系统，那么我们要理解心灵，就不能只靠二进位逻辑，
我们需要能说同一种物理语言的工具，而今天，这些工具正在出现。量子硬体正在变得更稳定，量子演算法正在成熟，量子生物学正在提供新的证据，神经科学也正在把过去难以触碰的问题推向可测量、可实验、可验证的方向。这座桥还没有完全建成，但它已经开始出现在物理。桥的另一端，可能不是一台更强大的电脑，而是人类第一次真正看见心灵如何从物质中升起。宇宙是量子的，大脑属于宇宙，而我们终于开始用宇宙自己的语言理解自己。